怎么现在今年 iPhone 14要延期是怎么样？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刚正在剪另外一篇，然后就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就讲到今年 iPhone 14可能会延期的部分吼。那这个其实是越来越多有力的证据去支持说，现在 iPhone 14在量产的时候有碰到一些问题。那但很自然，很多观众也是在问我这个部分，那我就大概把我知道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OK， 好，那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嘛 ，iPhone 14比较专注在 Pro 版本这个最终的设计，因为我们知道14跟14 Max 这两只手机基本上它里面的配备不会是到最新世代的哦。以我们目前知道，就是它里面处理器还是会使用 A15，那这个还没有人可以100%确定，当然就是等到出来的那一天才会知道。可是目前有非常多人都是这样讲。那另外它相机部分，目前看到它模具的排列啊，基本上它的相机尺寸好像也没有真的增大，所以然后另外在它前面刘海的部分也是沿用像今年13系列的这个比较窄一点的刘海，所以整体看起来就除了14 Max 这一支会是新的型号、新的尺寸之外，整个外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这个相对 Pro 系列来讲就有一个蛮大的差距吼。那先前我们影片有讲到关于说有一个很多人觉得是不好的消息，就是说可能14跟14 Max 系列会使用京东方的萤幕。那当初这个新闻发出来的时候，好像说苹果跟京东方刚签个约啊，让他们提供在14跟14 Max 上面，并不是全部，可是部分的萤幕的产量。那当然下面又一样分两派，有人就说啊，这个真的是不好的消息，有人就说京东方啊做得很好。那其实呢，关于京东方的萤幕到底是好很不好，这个当然各自有各自的讲法。那有一些业界人他们的分析是说，京东方本身并不是做不出好的萤幕，或者说并不是做不出苹果所要求规格的萤幕。那问题反而是在于说，他们能不能持续产出苹果要求的萤幕，而且是很稳定，在良率很高的情况下，那这个才是京东方的问题。那当然同时间也有很多人替他们辩解，说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京东方啊，什么等等。对，那可是现在又有一个新闻出来呢，苹果取消跟他们的订单。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个设计是苹果原本希望有的设计，已经讲好签约完，就是希望用这个设计。可是京东方在量产的时候又私自更改设计。如果更改的设计这个原因是为了让它更好，或者是有事先跟苹果沟通的情况下再做这样的更改，那两边都同意的话，那或许可以接受，这就没有问题。可是第一，他们根本没有跟苹果沟通。那第二呢，据说他们这样更改设计会让它的品质更不好，然后降低他们自己制造的成本。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先前说换到这家厂商会有问题，或者说他们可能觉得比较不希望看到。那我觉得在商业上面是非常简单啦，你讲好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如果你做这种事情，你难道觉得说不会被抓到吗？而且苹果这种公司，你好不容易拿到它的订单，然后现在又走这种事情，那我觉得在未来来讲，真的对自己公司的商誉并不是非常好。那以现在的消息，我们所知道就是说苹果取消跟他们的订单，那可能还是转而会依赖三星跟 LG 来提供这方面的萤幕。那这个或许对很多人而言是松一口气。那我不太确定说这个消息跟他们现在提到的 iPhone 14 Max 的生产过程有向后拖延到，是不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好像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组件的问题。那第一嘛，我们知道 iPhone 14 Max 是一个全新的机种，那既然在生产一个全新的机种，那它又不是一个直接像是 Pro Max 机种把里面一些东西换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所使用萤幕规格、相机规格，甚至前面的刘海的组件，还有我们上次影片讲到的前置镜头的规格都全部不一样。那所以呢，虽然它整体外形的设计语言算是沿用上一代，可是毕竟新的尺寸整个拉大之后，它等于就是要生产出一支新的手机出来，那非常多的组件都会是第一次为了这支手机生产，那这个自然就会比较容易碰到一些问题。我们知道每一次 iPhone 在大改版的时候，大致上都有这一类的问题。像我们第一次的 iPhone 10代也是在量产的时候其实有向后拖延，所以他们在当年也是先推出了 iPhone 8代，然后同时发表 iPhone 10代，可能要等1个月之后才买得到。那下一次大改版呢 iPhone 12，那 iPhone 12系列我们也一样碰到它的最大支的 Pro Max 跟最小支的 Mini 也一样是有延后上市的问题，可是当时当然也有碰到疫情的问题，可是呢，目前疫情的问题还是多多少少影响着生产链，并不是像先前那么顺利。所以呢，这样看回来了，我们再去看到苹果现在目前所有产品线上面的问题嘛。那我们现影片都有提到非常多次，像现在的不管是 MacBook Pro、Mac Studio 甚至他们的萤幕，那有非常多这类的机器，别人都是订了，然后等了非常多个月买不到。那有人说是因为上海出货的问题。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跟目前上海可能会逐渐解封，会不会对这个情况造成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新闻也表示呢，因为最近这些状况，苹果也是重新在审视说他们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是不是太大，那他们也慢慢的在稀释这个部分，然后开始慢慢转回
像是台湾先前的供应链啊，或者是扶植更多新的厂商在可能东南亚设厂什么等等。那这样他们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来分散他们在生产链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个人其实觉得这个是苹果一直都有在做了，他们其实不管在供应链上面的分散，那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在制造更多竞争的厂商，而让自己得利的这种方式，这个是苹果一直都有在做的。可是呢，现在疫情时代，然后碰到很多政治因素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个方面又必须要更慎密的去考虑在供应链上面怎么去分配。那除了先前单纯的可能在价格跟品质上面的考量之外呢，现在又多了一层考量，就是怎么样才能稳定的供货，让自己公司的营收不会受到直接的冲击。那这部分其实本身就是库克最拿手的一个地方。那我也很期待看他怎么样去协调他们之间的恐怖平衡，然后同时又让苹果的供货可以非常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在再来的几年会是苹果推出非常多重要革命性产品的这一段时间。那我也觉得说库克会是用这些产品可能来定义，就是说后库克时代在他退休前，苹果能不能推出另外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因为其实以现在来讲，奠定苹果所有基础的产品，像是 iPhone 甚至是苹果处理器，这些都是在贾伯斯时代要么是发表出来的，要么就是他当初就已经打好的基础。但是革命性的产品就是在下个时代智慧型手机后面的接续产品，或是中阶的中继产品，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每一家厂商目前很积极在做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苹果其实也是一直在进行，不管是 AR/VR 眼镜或是苹果汽车，他们都有持续在研发。那虽然以现在角度去看来，或许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觉得科技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使用习惯一转变过来，会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转变。所以呢，苹果在下个时代要怎么去布局它的供应链，让它次世代的产品可以有更稳定的供货？那可能 AR/VR 眼镜基本上它整体生产的概念跟手机不会差距太远，可是，在汽车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形式，就你可以在中国啊，或者在可能生产人工比较低的国家制造好之后再运到美国这一类的形式，目前还是非常不常见。那以苹果他们习惯制造生产的模式来讲，这个部分我就蛮期待看到苹果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好像有点扯远，我们要讲 iPhone 14 Max 这个可能会延后发表的这个事情。那目前我们知道就是说，它虽然在生产量产的时程有向后推了一点，可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还算早。就是还没有6月嘛，一般我们如果在6月、7月又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才会真的比较去担心。那一锅分析师的说法，虽然有点向后延，可是我们应该还是不会看到他们延后上市啊。就是先前本来讲是说只有14 Max 这一支可能会延后上市，可是现在看起来他们说应该是赶得上，可以同时间发表、同时间上市。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看到今年这支14 Max， 然后也会买来开箱给大家看。OK， 好，那如果你想看这支手机的评测的话，就记得锁定频道、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